媒体一定是check power check money， 就是一定要监督权力，监督有权力的、有金钱、有资源力量的人在干什么。白宫你干嘛这么着急 embargo 这个事情呢？它是一个产品发布吗？它是一个在外交上宣扬的政绩，可是它涉及到那么多的人命。只要人在俄罗斯手里，大家说就是脆弱的交易，它随时都有可能做不成。涉及这么多国家，哪一个环节出错都完蛋。而媒体最大的考量就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具体到个体上就是每个人的生命，每个人的个体利益。大家好，欢迎回来大声。今天呢，我讲一个最近的大新闻背后的新闻故事，然后呢，也聊一聊我行业里的事情，新闻伦理。先说大新闻，8月1号。美国和俄罗斯方面呢，进行了冷战之后最大的一次交换人质事件，我们也可以叫做换球事件。而且这次其实还不仅仅是美国和俄罗斯两方的这个举世瞩目的新闻呢，很多媒体都报了，说的是呢，24个囚犯在美国和他的盟国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之间进行了交换，所以呢，来自7个国家的囚犯在土耳其安哥拉最后被交换了，一共有24个人。这24个人呢，16个来自美国、德国、波兰、斯洛文尼亚、挪威，这是美国这边的盟国哈，可以说是西方国家。右边这边呢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这也是2个紧密的盟国。所以24个人在这么多国家的一个谈判，涉及了北约，涉及了欧盟，涉及了这个前冷战和俄罗斯解体之后的这些国家，最后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说有10个人，其中包括2个小孩没算哈，10个人被遣返回到俄罗斯，但是13名囚犯送回德国，3个人送回美国，这3个人还是美国公民。所以在美国这边呢，所有的媒体都报的铺天盖地哈。几个受瞩目的原因，第一是我刚才说了，冷战之后最大的交换人质事件，所有有冷战记忆的人，大家都这种外交谈判的交换人质事件其实都有记忆。但是这么大规模的涉及欧盟、北约、涉及多个国家的，在这些年媒体其实还是不多的，所以这次非常受瞩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次由拜登和 Harris 2个人专门到安德鲁机场，在8月1号晚间去接回来的3个美国公民呢，其中2个人是媒体记者，一个呢是美军海军陆战队的老兵。而普京那边要换过去的呢，是被媒体号称的俄国头号杀手。这个人呢叫做瓦西姆·克拉西科夫，他呢现在其实是在德国服刑。然后他干了什么呢？在柏林市中心的公园下毒杀死了当时流亡海外的前车臣叛军指挥官甘瓦西维里。所以呢，这2天很多媒体的标题直接就是说美俄换球，美国接回记者，俄罗斯接回头号杀手。我现在说完了这个换球事件呢，重点不在这儿，重点在于呢，这2天在这个大新闻爆出来之后大家在欢呼人质的回归拜登白宫做了一件外交漂亮的事情，这个事儿我们下来再说哈，是不是真的特别漂亮。还有呢，就是各自回家了的这么一个事儿之后，出来了一个媒体幕后的事儿，也是今天我要讲的，是世界著名的媒体，美国媒体彭博社 Bloomberg 还有福克斯电视台抢跑了。抢跑是什么意思呢？抢跑就是指违反了在新闻行业里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为规范，叫做 embargo 这么一个君子协定。我先来讲讲什么叫 embargo。embargo 呢，在英文词汇里呢，就是禁令、禁运这个意思。但是在媒体行业里呢，我们有个专业的词就叫做暂缓发稿，如果你可以这么想，什么意思呢？它对应的是另外一个词叫突发新闻，或者叫 scoop。突发新闻是 breaking news，scoop 就是独家新闻。embargo 呢，其实是新闻信息的提供者和媒体同行、媒体记者之间的一个君子协定。
我给你一个重要新闻，甚至可以是独家，但是前提是你要答应，你要保证只能在这个时间之后发，在这个之前不可以发。而媒体要是想拿到这样的稿子，拿到这样的重磅消息的话，必须答应这个条件。所以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有法律约定的，是一个真正的行业里面的行规，或者叫君子协定。还有一个，很多时候信息提供者他不一定只找一家媒体，他为了获得一个非常重大的传播的效果，他其实可以找好几家媒体。前些年比如说在国际记者调查网是一个很多媒体独立的这么一个行业之内的调查记者联盟，就曾经发布了巴拿马 paper， 就是针对多个国家的领导人的这种腐败啊或者丑闻的一个联合调查的时候呢，各家媒体大家就有协定，因为涉及这个调查巴拿马 paper 的人非常非常多，我们叫巴拿马文件，好，大家可以查一下，这故事就长了，我就不说了。但是巴拿马文件呢，它是涉及了很多国家高级领导人的腐败呀、丑闻啊，是一个需要很多机构媒体长时间协作的这么一个工作，所以也不可能真正的保密。那么仍然是调查记者彼此之间的一种保密，那么就得有记者机构之间的一个协调，就是不许抢跑。咱们说好了，你调查这块，我调查这块，各自回去写稿，写完稿大家几月几日几分几秒同时发，甚至把什么时差呀各方面都考虑进去。所以呢，这种 embargo 呢，就涉及到既是信息提供者跟媒体之间的君子协议，还有知道这个新闻的多家媒体机构之间的一个同行间的协议。能够执行 embargo 呢，取决于大家第一说话算数，第二是诚信，还有就是你在乎你自己的信用。啥意思？就是你要是抢跑了以后，我就不信你了，这个记者这个媒体就没信用度了。好，说了 embargo 这么半天呢，这次彭博把所有记者气疯了，就是彭博和福克斯两家机构抢跑了。更重要的是，我刚才说了 embargo 它可能涉及的一些是商业呀，一些是什么静态的新闻，虽然它的新闻价值非常大，但这一次抢跑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因为刚才我说了，涉及多个国家的生死攸关的人质交换事件。好，我们再说一下这次彭博社怎么抢跑的呢？还有这个事儿怎么爆出来的呢？这两天无数的记者用他们有蓝勾注册的，就是实名注册的账号哈，转发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来自于 Intelligencer， 是驻地在纽约的一个很大的新闻网站，叫 New York属下的一个杂志 Intelligencer， 他发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 Everybody is mad at Bloomberg News for its embargo。 翻译出来就是啥？每个人都对彭博社新闻打破这个约稿、信用、独家披露、格什科维奇获释的事情感到愤怒。刚才说了，换回美国的三个人，第一名所有人都非常熟悉的，就是一直任职于《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Evan Gershkovich。 格什科维奇就是他的老东家，他现在任职的机构《华尔街日报》也是美国最重要的几家报纸之一。过去1年多进行了大量的解救 Evan 这样的行动，媒体的宣传，各种各样的记者，很多记者都把自己的这个头标都换成救救 Evan 这样的，就 Free Evan 这样的头标或者宣传语。所以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这个记者是被同行非常非常关注的，大家非常感同身受。另外一个女记者呢，就是这换回来的3个美国人之一呢，是 Radio Free Europe 自由欧洲的美国女性记者，但她原籍呢也是前俄罗斯人。所以这3个美国人他们的这个安危啊，是不是自由了，在很多媒体同行看来呢是非常感同身受的，就是唇齿相依的这么一个状态。居然彭博社为了抢报自己的媒体同行被美国政府换回来，
反而不顾同行的人身自由安危，提前抢跑了。再说一下为什么这篇文章获得这么大的关注和很多记者都实名转发来骂彭博社呢？说一下这个整个发稿时间的这个时间线，也是这篇稿子里到底说了什么。这稿子就说说8月1号上午7点41分，彭博社呢发布了一篇关于交换囚犯的独家报道。10分钟以后，一名彭博社的编辑在 Twitter 上自豪地发了一条 Twitter， 说什么呢？自己为能够突发报道这条新闻感到是他职业生涯中的最大荣誉，他热爱自己的工作，热爱自己的同事。再然后8点59分，彭博社的这篇突发独家，他们自己认为是突发独家更新了一个版本。在文章的第5段写，此故事的早期版本被更正为美国人还没获释。那么7点41分，彭博社的这个稿子说了什么呢？说的就直接是 Evan， 就是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就举世瞩目的这个同行，说 Evan 已经获救了，在美国和俄罗斯这个最大的人质交换事件中 ，Evan 已经自由了。然后写了几段，结果呢？你看我刚才说了时间，10分钟以后，他自己的编辑就发 Twitter 了，就炫耀起来了。结果1个多小时以后，这个彭博社自己又在网站上更改了这篇文章，说故事的早期版本已被纠正，现在美国人还没获释。彭博社报这个稿子的时候，其实这个人质交换还没完成呢。这美国人要接回来的这些人还在从俄罗斯往土耳其的机场上飞的天上呢，所以这 Intelligencer 这篇文章就继续说了，说我们调查了一下，我们跟《华尔街日报》和其他很多主要媒体的多个消息人士了解了一下情况是什么呢？这次彭博的所谓独家报道让大家记者和政府官员都怒不可遏。都知道的是，在交换人质囚犯的时候，不到最后1秒钟都有变数。说《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做到什么？说他们甚至送了一个俄罗斯籍的记者，就到土耳其机场的现场，拿着望远镜等着，拿着望远镜确认了这个 Evan 下了俄罗斯人送回来的飞机，他们才敢发稿子。就是人不走到自己手里来，不敢说这个话。这篇文章就说媒体记者们大家都愤怒了，说俄罗斯那架飞机完全可以立刻掉头返回莫斯科。大家对彭博社非常失望，不仅仅因为他们打破了这个暂缓发稿的行规，还因为他们还炫耀，家家都想报新闻，家家都想抢独家，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报独家时候的风险。而且我们也希望记者和编辑在透露人质转移的细节之前，考虑了所有的风险，要等到人质回到美国人的监护下才来吧。然后这篇文章呢，就继续给我们爆料，在这种举世瞩目的大新闻背后，媒体操作。正好我也来给大家再说一说。其实呢，刚才我说了，这么重要的事件，他操作了18个月，所以呢，其实保密是不太可能的，各家都有各自的渠道。这篇文章里就援引说，其实多家媒体通过各自的渠道和消息源，包括推特上有人只言片语的露出来，包括其实前几天也有媒体在采访拜登的时候，也在问他说什么时候能够出来。拜登就说，你想让我告诉你具体时间，阻止这个人质最后换不回来吗？就是其实我们圈子里的这些 source 大家都在传要发生这么一个事情，可是最终要求 embargo， 要求暂缓发稿直到事件完成的呢？这个要求来自哪儿？来自白宫。白宫说，请美国媒体必须要在戈什科维奇这3个人进入美国监护之后才发稿。只要人在俄罗斯手里，大家说就是脆弱的交易，它随时都有可能做不成。涉及这么多国家，哪儿一个环节出错都完蛋。
在8月1号这人质交换行动彻底完成之前的48小时之内，有一个白宫官员和彭博社的这个署名记者有多个邮件来往。他们这个彭博社记者明确表示他们要 embargo， 就是暂缓报道，而且彭博社也知道其他多家有消息源或者类似报道的媒体也在暂缓，也就是他们明知同行都 hold 呢，而且白宫又明确告诉他你要留住了稿子。还有一个信息呢，这也是我读这篇文章我才知道这个举世瞩目的大新闻报道后面的这个时间线哈。8月1号是周4上午，但其实周3晚上这个密集的消息就回来了，越来越多的记者编辑就在确认可能人质交换的这个行动最早就在第2天就会进行了。而且呢，白宫已经透了风了，就是周3晚上白宫透风了，还准备第2天上午邀请大概有30名记者到白宫来做吹风会呢。而且这30个记者周4早晨8点钟在白宫还在听白宫给背景消息呢，而且呢还在理解就是到底这3个人质什么时候被土耳其给接到，俄罗斯这飞机什么时候飞过来，土耳其接到以后再怎么送到美国的飞机上，然后美国的飞机再怎么回到美国本土，到底在哪个机场被总统接，所有这个细节白宫还那儿说呢。7点41分彭博已经发了独家了，然后7点59他们的编辑已经就骄傲地宣布自己热爱自己的同事，热爱自己的事业，为此生难得一见的突发新闻骄傲呢。好，这就是这个 Intelligencer 所有的这篇爆料新闻，爆了彭博如何抢跑。当然这个文章的最后呢，他说彭博社新闻发言人拒绝评论，白宫也拒绝评论。好，我们说完这篇同行批评同行的爆料文章呢，我看了这篇文章以后呢，我也惊了。因为我第一对同行之间的做事情方法感兴趣，第二我们都知道新闻背后的故事有的时候可以让你更好的去思考哈。然后呢我就又搜了一下，结果发现还抢跑的呀还不止彭博一家，福克斯电视台也抢跑了。他们呢周3晚上在自己的口播新闻，福克斯是电视台哦，他们口播了一条新闻。Reporter Evan Gershkovich is slated to come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tomorrow as part of a prisoner. 也是讲的我们的媒体同行 Evan 要回家了，口播新闻。这条视频在 Twitter 上还有，但是呢，福克斯可能后来注意到了自己犯了错误了，或者不知道，我们现在内情不知道福克斯自己怎么纠错的，反正他们快速把这个口播新闻给删了。这个新闻发生在周3晚间时间，所以现在 Twitter 上也有同行说福克斯你们至少提前了8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抢跑。当然这条新闻现在从福克斯的网站上已经消失了，可是网络是有记忆的，大家已经把这个放在那儿了。我们现在整个反思一下整个这个事情，举世瞩目的大新闻，甚至在俄罗斯交换人质的这个谈判中间它有多么的复杂呢？俄罗斯想换回去的这个头号杀手呢是在德国，所以呢美国才专门把德国拉进来。然后还有呢俄国放掉的还有3个人是有名的俄罗斯的反对派领袖。所以在这么复杂的一个讨论中间呢，很多不为媒体和公众知道的细节呢，到最后时候媒体肯定是要一个一个去查出来的，这就有一个记者的这个挖新闻的这么一个冲动。所以不管是挖新闻也好，爆突发也好，这种求胜心，我作为一个记者我是非常非常理解的，我作为一个编辑我也非常理解，但是我更知道 embargo 有多重要。 embargo 其实是你在这个行业里跟你的消息源跟同行之间的一种信任和君子约定。我就不太理解这个 Bloomberg 这次为什么这么着急要抢跑。无数的记者都在说
彭博社，彭博社，你们欠大家一个解释，欠大家一个道歉。而且细思极恐的是什么？幸亏没出事儿。当然我们也不能感谢俄罗斯人的这个什么哈，但是幸亏没出事儿。如果新闻爆出来激怒了俄国人会怎么办？飞机掉头就走，就没有后面所有的这些庆祝啊、感谢呀，甚至白宫的宣传了。昨天我跟一个同行聊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在做自己行内的反思哈，也在从几个不同的维度想，就想了白宫这次为什么要把这么一个人质事件 embargo 呢？现在你看，从 Intelligencer 他采访了这么多记者的事实能够证明，他们至少在提前48小时就已经给记者确认信息了。咱们都知道什么叫秘密，秘密就是知道信息的人不说出来，它就是秘密。然后你白宫前面一直在暗示，然后提前48小时你还给了 embargo 的协议，然后您准备8月1号早晨请30个人来做吹风会。请问你把秘密交给30个做传播为己业的记者，让他们保密，是不是有点为难记者了？所以问题就来了，白宫你干嘛这么着急 embargo 这个事情呢？它是一个产品发布吗？它是一个在外交上宣扬的政绩，可是它涉及到那么多的人命，所以最后我决定这板子得打在白宫身上。你们的考量到底是人命的考量，还是外交的考量，还是政治的考量？我认为可能后两者大于人命的考量。这样等于你把保密的责任交给了以泄密和揭露信息为己任的媒体，然后你又要让大家有君子协定，要封住嘴，要这么多家媒体保密，那一家就是没憋住就发出来了。刚才我们已经也批评了半天了，彭博社肯定会为他自己这次抢跑获得很多的同行的公开的或暗自的批评和鄙夷，他们以后再拿这种独家或者协议型新闻的机会，不知道会不会因此减少。但是板子要打在白宫这方面是什么原因呢？白宫在整个报道宣传和甚至说实话是歌颂和宣扬这一次人质交换事件中都做了啥，还有白宫如此高调的在这个时间换球，跟马上要进行的民主党共和党的总统选举中间的竞争有什么关系？我们都知道前两天大新闻，拜登宣布退选，马上 endorse 就是支持，宣布实名支持和指认了他现在的副总统Harris 贺锦丽作为代表民主党的这个提名候选人。然后媒体这两天报道的最大的一个消息就是，第一 Harris 在过去几年在政绩上做了什么，第二特别专注的还专门很多人提出来了，就是 Harris 的外交领域的经验和成就。好，那么咱们看一下美国这边的来自白宫的报道和宣传。一个是我刚才说了，8月1号晚上大黑天的，拜登陪着 Harris 在美国安德鲁军事机场提前等着，给媒体大量的拍摄机会。2个总统、副总统跟3个下来飞机的美国人一一拥抱。拜登提前就把这3个人质的家人、孩子、妻子、丈夫带到机场了，画面非常感人。拜登拥抱 ，Harris 拥抱，而且 Harris 还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媒体的脱稿讲话，当然侃侃而谈，讲了这次的人质交换行动是外交方面的重大胜利，强调了美国人在外交和平解决此类政治事件中的决心努力祝贺家人，反正漂亮话说了一番了。
很多人就说，确实从媒体层面看，从新闻层面看，从注意力方面层面看，从人情、人心方面看，民主党又加了一个分了。冷静想一想，有些刻意。实话说，如果操作18个月的交换人质，你是8月1号接回来，还是8月20号接回来，还是6月20号接回来？其实白宫这方面相对是有话语权的。那么从白宫这边的哈里斯这边的大势的时间线，我们看一下，7月22号拜登宣布退选，背书哈里斯。7月26号，超过16万白人女性 Zoom 连线支持哈里斯。7月26号，奥巴马夫妇宣布支持哈里斯。7月31号，特朗普在全国黑人记者协会年会上质疑哈里斯的黑人身份。8月1号，周四交换人质，拜登和哈里斯一起接机，高调发表讲话，媒体所有聚光灯全在哈里斯身上。白宫记者会，美国现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几乎是含泪讲了一番话，而且还专门强调了在整个这个行动中间的哈里斯的作用。然后当天出来了一篇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的一篇文章，就是标题是哈里斯在换球行动中的作用，而且从民主党的角度力挺哈里斯。8月2号，就是我们刚过去的这个周五，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Jimmy Harrison 就宣布了，哈里斯已经赢得了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所需要的党代表选票，她将成为首位美国主要政党的黑人女性和亚裔总统候选人。8月2号，哈里斯团队宣布，他们已经获得了3.1亿美金的捐款，是美国前总统川普获得的1.38亿这个选举资金的2倍。8月6号，哈里斯要在费城举行集会，而且呢，他将与他新的搭档一起登台。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他的选举搭档是谁，马上就会知道。好，时间线拉出来了。最后一点，8月19到22号，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民主党正式进入拉票和选举季。这么一聊，过去这1个月，所有的媒体的焦点都在民主党这边，民主党制造媒体选情，制造媒体注意力，给自己加分，给哈里斯加分，这一方面没停。所以人质交换的这个时间点有考量，我做这样的合理猜测一定是没有问题的。而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白宫要 embargo， 要提前这么长时间来找记者安排这个事情，而没有严格遵守一个军事和政治行动中应该有的保密协议。因为保密的关键在于你拿那10几条命作为你的 top priority， 作为你最关注的点。但是我认为这次白宫把其他自己的公共形象宣传自己的外交战略，把媒体作为一个资源，作为一张牌，甚至把这个人质交换事件作为他的一个政治资源的考量，动机过于明显，才导致让秘密提前泄露。幸亏没出篓子。好，说了这么多呢，再说最后2句，就是可能聊完了以后，很多人就会说，看美国媒体急功近利白宫也急功近利，所有事情都是宣传。这么说有没有道理呢？刚才我说了，我觉得我们考虑一个问题的时候，要确实一般来说我们报道是不考虑动机，只考虑事实，所以我刚才才拉了时间线，拉了事实，大家到底做了什么。但是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在政治中间，政府它有它政府的考量，政党政治它有它参选的自己政党利益的考量，而媒体最大的考量就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具体到个体上，就是每个人的生命，每个人的个体利益。但是我们也知道，经常会有一些批评的说，媒体都是商业机构，媒体也是为了要流量，为了要抢新闻，为了要挣钱，其他的事情也可以放在后面。这个观点我不同意。
理想必须有，标准也必须有，而现实当然经常会出错。但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媒体社会，它之所以能够有不断进步的专业的媒体，媒体自己的反思，同行之间的这种批评、监督要求你解释，还有同行之间的信任，还有来自专业操守的一次一次获得的公众的信任，形成了一个社会媒体作为第4种监督权力的最重要的这种力量基石。媒体一定是check power check money， 就是一定要监督权力，监督有权利的、有金钱、有资源力量的人在干什么。但媒体我们要知道不是铁板一块，首先媒体行业它有各家机构媒体，有个人的媒体，有记者作为个体，编辑作为个体的，这些个体的自己的专业能力的提升，彼此同行之间在专业操守上的监督挑战，共同进步。还有当这样媒体出来了一个丑闻也好，出来了一个事故也好，同行之间的反思、挑战、总结，自己回去敝帚自珍，然后想一想下一次同样的事情出来能够做什么改进，这是保证媒体行业可以不断在专业上、在质量上进步的唯一的条件。当然呢，经常有的时候会说这个是假新闻，那个是错记者这个是假新闻，那个是坏记者。每一个行业里都有做得不够好的人，但是让我们有信心的正是所有人抛下自己的私利，拿事实、拿证据、拿道理来说话，对彼此的专业操守有要求，对彼此的这种信任和信用有要求，才构成了整体媒体行业的力量，媒体行业可以被公众信任的这种力量。所以我这个片子呢，其实也是来自一个老记者、老编辑的一个反思。我也认为我们不应该对行业里头出现的问题压下去，谁做错了就拎出来说，但是它仍然是希望大家在公众一起讨论这个事件的过程中间，加强对事实、对普世价值、对人的关怀、对行业标准的信心和公共讨论，而不是顺嘴就说假新闻、坏记者、媒体都不靠谱。这种随意的结论是非常有损公共媒体质量的这种共同提升的。所以今天就到这里，下次我们还可以继续聊。